我这里有几点最新情况要向大家通报。美国国务院现在正积极的，就像过去72小时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执行我们的计划，帮助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能够撤离。就在我离开前的几分钟，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9000名美国公民得以离开该地区。我们大约有1500名美国公民正在请求撤离援助。我们已经确定并将继续确定包机军用航班选项以及扩大的商业航班选项。这意味着与航空公司合作，派遣更大、座位更多的飞机，这三者的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障碍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有飞机已经在空中或正在途中，但不幸的是，空域被关闭，他们不得不折返，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些挑战。我想向在中东地区需要援助的美国公民传达的信息是，这非常重要。我也请求各媒体网络，请务必在你们的屏幕上显示我们的网站和电话号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有需要援助的美国公民的联系方式，他们必须向我们登记，因为随着这些选项开始开放，并且一旦他们开放，我们就必须能够给你们打电话，我们必须能够联系到你们，我们必须能够知道你们住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你们，并进行适当的协调。这将是多种方式的结合，包机、军用航班和运输扩大的商业机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陆路路线，这将允许他们前往可能在当时有开放机场的邻国。所以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需要发生才能疏散人员，但这一切都始于知道你们在那里，以及我们如何能联系到你们。因此，我请求各媒体网络和所有媒体机构，请公布我们已经公布的2个电话号码以及网站，以便人们可以联系我们并登记。我们已经接到了数千个电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确定有将近1600名正在请求撤离援助的人员，但我们需要你们能够确认这些信息。在我进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关于迪拜领事馆的媒体报道。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就在面对这些摄像机前的几秒钟，是一架无人机不幸击中了领事馆大楼旁边的停车场，并在那里引发了一场火灾。所有人员都已清点完毕。你们知道的，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从我们的外交机构撤离人员了。比如在贝鲁特，我们基本上只留下了最基本的人员。在巴格达、埃尔比勒以及其他几个驻地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显然非常幸运，但我们的使馆和外交机构正受到一个恐怖主义政权的直接攻击。关于最新情况，我会请你们咨询战争部。我只想说，我们的目标仍然和一开始就确定的，以及总统昨天明确阐述的一样，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们现在不会允许伊朗躲在大量短期弹道导弹库存的豁免权后面，或者利用制造和发射这些导弹的能力来掩护自己。因此，中央司令部正在联合行动中系统地摧毁他们的导弹带，摧毁他们的发射器，摧毁他们制造这些导弹的能力，以及摧毁他们的海军。据战争部告诉我，所有这些目标的进展都按计划或超前进行。我们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昨天说过，我再重复一遍。接下来你们将看到，在未来几小时和几天内，我们将发动蒋介石，就是对这些人发动猛烈攻击。坦率地说，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2支空军瓦解这个恐怖主义政权，拔掉他的牙齿，剥夺他威胁邻国的能力，或者剥夺他躲在允许其发展核野心的豁免区后面的能力，你们将真正开始感受到这些攻击的范围和强度发生变化。这个恐怖的、激进的、由神棍领导的政权绝不能被允许拥有核武器。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国民做了什么，他们愿意在街头屠杀自己的国民。想象一下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想象一下他们会对其他人做什么。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那绝不会发生，好吗？国务卿显示，昨天您谈到了以色列。各位请安静，我听不清。昨天你告诉我们，以色列将要袭击伊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介入。今天总统说，你的说法是错的。我昨天被问得很具体，你昨天在场吗？是的，是我问的问题。是你问的吗？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是因为以色列才介入的吗？我当时说，你当时问的是之后的后续问题。我说不是，我告诉过你，这无论如何都得发生。总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做出的决定是，伊朗不被允许躲在其弹道导弹计划的背后，伊朗不被允许躲在其发动这些袭击的能力背后。那个决定已经做出了，总统系统
统性的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系统性的摧毁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恐怖主义能力。我们执行了。我在那个回答中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关于时机的问题，关于为什么这必须作为一次联合行动发生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意图的问题。一旦总统决定谈判不会奏效，伊朗是在谈判中玩弄我们，而且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威胁，那么打击他们的决定就已经做出了。这就是我昨天说的，你们需要播放出来。如果你们要播放这些，就必须完整的播放，而不是通过剪辑它来达到你们想要的叙事，明白吗？请继续，请继续。你对国会正在审议的战争权利决议有何看法？国会可以就这些进行投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有相应的机制。我们遵守了战争权利法，尽管我们认为它违宪，就像其他所有政府一样，每一位总统都认为战争权利法是违宪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知了巴人邦，这是通知国会的一种适当机制。我们按照法律要求，在48小时内发出了通知。我今天在这里参加的，也许是我在两院全体会议前的第6次还是第7次简报会了。这比我在国会任职期间从任何一届政府那里得到的都要多得多，尤其是我还是巴人邦成员的时候。而且，所以我们遵守了所有的，我们甚至超额遵守了法律及其要求。这是总统为应对一个真实威胁而采取的行动。这些敌对行动旨在消除对美国及其盟友安全和保障的威胁，明白吗？等一下。在袭击发生之前，是否有撤离美国公民的计划？那就是我们正在努力执行的计划。问题是，或者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领空关闭。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关闭了他们的机场，在某些情况下，机场甚至遭到了袭击，比如科威特的机场就遭到了袭击。所以，如果一个机场遭到袭击或者空域关闭，那么我们即使有飞机准备就绪，也无法让他们降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边降落的许可。所以这就是挑战。但请放心，我们有信心能够帮助每一位美国公民。正如我告诉你的，目前我们有大约1500多名，可能接近1600名美国公民请求援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这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空域关闭。话虽如此，可能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需要知道你们是谁，所以请媒体朋友们公布我们的电话号码和网站，因为我们需要人们打电话进来，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所在位置以及他们的请求。这样一旦这些机会开始出现，我们就能迅速采取行动，联系到他们，并让他们脱离危险。国务卿先生，我想澄清一下您刚才说的。没什么好澄清的，你得把声明读完整。但你当时说我们知道会有一次以色列的行动，我们知道那会引发一次袭击。我明白，但是听着，好吧，让我这样来回答。所以那位先生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吗？可是总统说的是他会迫使以色列人。好的，请让我来回答，因为这是我的记者会。我昨天被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们可以歪曲它，但我确实被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底线是这样的，我们总统决定我们不会先挨打，就这么简单。各位，我们不会让美国士兵置身危险之中。如果你告诉美国总统，如果我们不先动手，就会有更多的人死亡和受伤，那么总统就会先动手，他就是这么做的。总统永远都会这么做，他永远都会把我们身穿制服的军人以及所有美国人的安全放在首位，他永远都会这么做，他在这里就是这么做的。除此之外，我认为来自伊朗的这种威胁，他们正躲在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后面，他们想达到一个你无法触及他们的地步，然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他们的核计划。这个恐怖主义政权绝不可能获得核武器，在唐纳德·川普的任期内绝不可能，这是肯定的。所以美国的袭击与以色列无关。对这次行动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总统开了绿灯，还有为什么他必须在这个周末发生？你是说他必须在这个周末发生，是因为以色列的那个行动吗？不，这个周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对这个威胁采取联合行动。我们希望这次行动能取得最大的成功，我们希望这次行动能成功实现其目标。我将重复这些目标，总统昨天已经阐明了这些目标。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不能拥有，因此他不能拥有那些他用来掩盖核武器计划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第一，我们将摧毁他们的导弹和他们的导弹发射器，我们将摧毁他们制造这些导弹和发射器的能力，我们还将摧毁他们的海军。这些就是目标，而这个周末在这个时间采取行动，给了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最高成功概率。正如战争部将向你们汇报的，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或超前于计划。所以美国这次袭击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吗？无论以色列
计划做什么，美国这次袭击都会发生吗？总统已经决定采取行动了。关于时机，总统选择的行动时机是能给我们带来最高成功几率的时机，而这正是你们现在正在看到的。你们现在正在看到它发生，未来几天你们也会继续看到。我们将系统性的瓦解他们的导弹计划。顺便说一句，我们将摧毁他们支持恐怖主义的能力，我们将摧毁他们的工厂，我们将摧毁他们的海军，这些目标都将实现。我们正在顺利地实现这些目标，这不会容易，为此会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低得多。我得去给这些人做简报了，等一下好吗？国务卿先生，本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2001年的军事授权法来为这些袭击提供正当理由？什么？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那不是我们给国会的通知。听着，我用简单的英语给你们解释一下好吗？伊朗是由疯子、宗教狂热的疯子统治的，他们有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他们打算在导弹、无人机和恐怖主义计划的掩护下发展这些核武器，让世界因为害怕这些东西而无法触及他们。而现在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现在是时候对付他们了。总统决定对付他们，夺走他们的导弹，夺走他们的海军，夺走他们的无人机，夺走他们制造这些东西的能力，这样他们就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就是总统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这些激进的神棍不再能够接触到这些武器时，世界将变得更安全。你们看看他们现在是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的，想象一下，如果他们1年后拥有更多的这些武器，他们会如何使用它们？好了，我还有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好的，请说。威胁到底是什么？几位民主党人批评了你说的，你是不是？他们当然会批评的，民主党人总是会批评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在简报会后出来说，我们什么都没听到，我们问题比答案还多。记住我的话，但我们仍然会举行这些简报会。国务卿先生，他们的批评是关于时间线，他们说以色列正在为美国设定时间线，而且如您所知，几位右翼人士也同意这种说法，您对此有何回应？美国在总统的领导下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不可容忍的。伊朗不能拥有这些导弹，不能拥有这些无人机，不能威胁世界。总统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虚弱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击他们，1年后或1年半后，就没有人能动得了他们了，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他决定采取行动，他决定进行一次联合行动，因为这给了我们最高的成功机会。他决定先发制人，因为他认为我们不会先被打击，我们不会承受他们的打击，我们要先动手。他不会冒着他们在我们打击他们之前攻击我们的风险，因为这不仅会造成生命损失，还会削弱我们行动的有效性。好了，各位，我得走了，谢谢。